本周一啊，我们做了芳华解读的解读啊，很多人跟我说王局做得好，为什么呢？说当今这时代啊，竟然还有老毛粉，还有文革粉，不可思议啊！你这节目啊是一味解药，给这毛粉们呢醒脑，非常非常有必要啊。但紧接着也有人给我讲，他说王局啊，现在类似于这种魔幻主义的历史解读，在境内可不少啊。那最近在这个抖音上又有一个博主叫吃瓜盟主，影响也老大了，现在粉丝已经过500万了啊。这个博主啊，最近讲《红楼梦》，他就讲《红楼梦》整个一部小说啊，其实都在宣扬反清复明。只要他风闻有事，就可以把你家的九族，连同朋友家的九族，连同朋友的朋友家里面的九族都给你拉干净，就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在清代里面包含了影射，包含了指桑骂槐，包含了直接骂胡虏的这些内容的小说，在当时人们是看得懂的。曹雪芹呢，就是你看贾府贾字呢，那就是全是假的。贾宝玉，宝玉不是他的本名，但是整部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叫什么名字，所以现在的推论认为他呢叫朱章。然后那个黛玉葬花的日期，黛玉的葬花他挑定的那个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黛玉葬花呢一共有2次，一次的日子是崇祯皇帝的忌日，另一次葬花的日子是扬州10日开始的日子。你就说这个日期重不重要吧，有没有意义吧？就是为了宣扬反清复明啊。另外一个呢，它是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从秦汉讲到明清，基本就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历史观。那讲到明朝的时候，那就惺惺相惜呀；讲到清朝的时候，那就咬牙切齿啊。我看了一下啊，鬼友红楼所揭露的谜题，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红楼梦》的主体，它在叙述的故事就是明王清兴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白骨如山。我个人觉得，就这位博主啊，肯定没有受过规范的历史学训练，是一个民科级别的历史爱好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受过规范的历史学训练，他对西方史他不至于这么无知。我看他讲西方史的时候，他讲啊，他说亚里士多德是虚构的，不存在这个人。亚里士多德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他非常的全面，啥都会。所以现在就有人说那个给自己自圆其说，说那个这个叫做托古，是吧？托了这个人的名字，然后直接写，好多人都可以这样做，行吧？然后又讲到这个西方的两河流域的泥板文都是假的，比如说他们创造了那个泥板文学，是吧？创造了那个刻碑文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刻了那么多的字，那么精细啊，有点像激光雕刻。不存在的。讲埃及的金字塔啊，都是现代人伪造的。埃及地区的金字塔其实大大小小的数量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小型的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就是这些墓葬的话呢，历史上面确实应该是比较的悠久，但是能够看到的这些大规模的神奇的可以拿来引发畅想的这些啊，就比较存疑。小的有可能，大的胡佛金字塔那都是现代人后盖的，那不知道他是不是咱们中国工程队派过去的。总而言之，他说这是后盖的，这就很可笑了，是吧？那现在考古学界呀，包括各个方面的，早都有定论了。你比如说那泥板文，那大英博物馆里头有几万片啊，那你说都是伪造的吗？那你是埃及金字塔，那早都有考古学的证据证明，就是公元前2、3千年前埃及人建造起来的啊。还你比如说近代他也开始胡说，有不少的人都认为中国人才是地理大发现的开创者。你要推进地理大发现，需要进行大航海。你要进行大航海，需要的是船和航海技术啊，没有船和航海技术，你怎么大航海？而你要知道，哥伦布时代的所谓的大航海，他的船稀烂啊，船是稀烂的。然后呢，他的船员还是不知道应该如何航海的。他说大航海时代啊，那都是假的，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大陆都不存在。他说那个真正发现美洲大陆的是郑和，这就可笑了啊！郑和发现美洲大陆是不是？哥伦布啊，实际上他的航海日记现在都保存下来了，每天航行到哪儿，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而且当时哥伦布时期啊，那个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也足以支持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你像这么明目张胆的歪曲历史啊，那就说明这个人完全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
他讲到中国历史这一部分，其实啊，在我看来也不新鲜，基本的就叫黄汉史观。咱们就不得不说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这里的社会风气是什么？从清代的最末期开始，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土地上面兴起了一波新汉之风。黄汉史观呢，说白了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以汉族优越为中心的中心主义史观。这套史观呢，大概的观点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元朝和清朝都不是中国。这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啊，对我们汉族人实行殖民统治，清朝也是如此啊，所以中国就是亡国了。中国亡国了几百年，元朝的时候亡国了100年，到清朝的时候亡国了200多年，后来我们汉族人又重新起来复国，这是一种观点。就这些人根本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我们历朝历代中间的一部分啊。第二呢，他就是认为啊，近代中国之所以受欺负、受压迫，都来源于这个异族对我们汉族人的统治。这些异族对汉族的统治，它是对中国文化的迫害。那由此呢，带来了我们中国近代的裹足不前呢。大概的观点主要就是这2方面啊。这个黄汉史观呢，要我看呢，其实是危害非常大。至于这个博主啊，他的很多观点，我觉得虽然说他在抖音啊有500万粉丝啊，在我看来呢，也不值得专门做一期节目去批判。但是这个黄汉史观倒是值得我们来说道说道。讲点啥事？咋的？咋的？大汉的子民咋的？为啥子怨哪一波？大汉现在我给你讲的，你啥都不懂，你还在这个地方。不是，到底是为啥个？为啥我叫你看？你这个我看了，我看你发的我都哭一天了，你可知道？为啥哭呢？不知道，就心里就想哭，就难过。红楼梦谁写的？你可知道？红楼梦是曹雪芹，曹雪芹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是咱大汉的后裔。你们不知道是啥意思？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就中国啊这个概念，也包括汉民族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其实我们要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啊。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个大熔炉大概持续了800年左右的时间啊。这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啊，那原本各地的国啊、部落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融合了。融合的过程中，其实形成了华夷之变。那么所谓的华夷之变，华指华夏，夷指就是戎狄，指的是夷人。那么华夷之变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指的是一种文化区分。也就是说，华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文化，夷你就是野蛮人。但是这个华夷之变啊，这个时候啊，在我们整个中国原先这个区域里面啊，人种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讲夷呀，你像这个越人呐、楚人呐，他其实跟我们汉族人长得也是一样的。当然那时候并没有汉族人的观念啊。你包括秦人，那早期也都不看作是这个华夏大家族的一员呢，所以它主要是文化的区分。但是这个华夷之变这过程中间，孔子也讲了嘛，有教无类吗？所谓的有教无类，就是说你只要是信奉了我们的华夏的文化，那你就是我们大家族的一员了。所以你看那越呀、楚啊、秦呐，后来都变成了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呢，也被中原的这些自封为华夏正统的这些国家所承认了。这是第一次啊大融合啊。第二次大融合呢，实际上是魏晋时期。大家都知道啊，中国这个春秋战国结束之后，不是秦人吗？秦完了是汉吗？那么秦人和汉人呢，其实当时啊都指的是你这个朝代的人。但是据历史学者考据啊，汉人这个词啊，到了唐高宗时代，大家这个语义就变了。在唐高宗之前呢，这个汉人指的是汉朝人，但是到了唐高宗之后呢，这汉人就指的不是汉朝人了，指的是汉族人。但是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汉族人其实啊，他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汉族人的概念，他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汉完之后呢，就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啊，最主要的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开始南下入主中原。我们过去讲的叫五胡乱华。五胡啊，就是匈奴啊、羌人呐、包括鲜卑啊这些人呐，你方唱罢我登场啊。但是经过300年的民族大融合，最后呢，重新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王朝是隋。但是隋其实他的统治者，包括这个隋炀帝的杨广，他爸杨坚啊，他们都是关陇贵族，他们的血统都不是纯正的汉族人。你就比如说杨坚他妈那就是鲜卑人嘛，
所以杨坚他爸就算是纯粹的汉族人，他其实也只有1/2的汉族血统。到了杨广的时候，那杨广他妈仍然是鲜卑人，他最多只有1/4的汉族血统。唐朝时期也是如此啊。唐朝是李渊，李渊他妈也是鲜卑人呢，所以李渊他爸就算是纯粹的汉人的话，他也只有1/2的血统。其实他们家历史上到底是不是纯粹的汉族人都搞不清楚啊。就算他是汉族人，李渊只有1/2的汉族血统。到了李世民这一代啊，李世民他妈仍然是鲜卑人，所以李世民只有1/4的汉族血统。到了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那李治他妈仍然是鲜卑人，所以李治就只有1/8的汉族血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其实，在隋唐那个时期啊，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过程，汉胡一家亲呐，五胡共唐啊，就像在现在的中华民族是一样的。所以到了唐高宗时期啊，提出来这个汉人、汉族的概念啊，它指的不是拥有汉族血统的人，指的是所有认同汉族文化的这些人，包括他们李氏家族，包括杨氏家族，包括所有生活在大唐时期的那些少数民族，那些胡啊、匈奴啊、羌人呐、狄人呐、吐蕃呐，什么这些人呢，你只要认同了中华的这个文化，你就都是汉族人。所以你知道，汉族第一天开始，它就不是一个血统的概念，它是个文化的概念。但是后来到宋以后，大家都知道啊，元朝兴起，把这个宋给灭亡了，然后后来清朝兴起，把大明给灭亡了啊。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又面临了第2次民族融合。那么，到底元和清算不算中国历代的王朝呢？算不算中国呢？那在我看来是明显算的啊。你就比如说，那个当时忽必烈在1271年搞这个国号诏书的时候，他就讲到了前摘大元呐。他讲到这个秦汉时期，你这个国号啊，是以封地来起的。你秦就是秦人嘛，你秦地嘛；汉你是个汉地嘛。然后隋唐呢，都是以封的这个爵位，是吧？你隋国公啊，唐呢唐国公啊，所以你呢就叫隋朝和唐朝。但是我们元朝取自《周易》，大摘前元，混通宇内。全世界我们都可以把它统一了。当然，这个蒙古帝国把欧亚大陆差不多都给打败了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是用个哲学观念。所以你看，在元之后啊，的明和清两代，他们的国号都不是以地理位置，也不是以这个爵位来搞的，基本上也都是玄玄乎乎的，带有一点哲学的概念。大明、大清这个东西啊，都跟秦汉、隋唐完全不一样，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入主中原之后啊，它其实都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用中国的本土的这个政治制度呢，来继续统治中国。你比如说，没有要求汉族人改变自己的姓氏，放弃自己的语言，统治的过程中仍然搞科举制度，仍然搞3省6部制。这一点呢，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都是如出一辙。那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啊，它是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包括它的陵寝制度，那基本上都是完全按照明朝那个体制来建的啊，就是有样学样。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朝代入主中原之后啊，它就变成了中国古代那个天命转移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中间的一个王朝。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那么紧下来我们要讲近代这个黄汉史观到底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要讲啊，其实是跟马关条约和这个甲午海战有非常大的关系。在这之前啊，这个黄汉史观呢，他就认为近代的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垃圾的王朝。这个垃圾的王朝啊，对内实行这个民族压迫，对外呢不停的割地赔款，然后呢，你看中国近代就落后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叙事体系。但这个叙事体系啊，在我看来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啊。就以我的观点，大清这个帝国啊，或者是这个王朝啊，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国逻辑，或者是王朝更替的逻辑来讲，它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比明朝啊，那比那一些汉族的很多王朝强很多。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清王朝啊，他这些皇帝啊，他基本没有什么昏君。你跟明朝比，那明朝的很多皇帝啊，动不动几10年不上朝，自己做木匠啊。但是清朝的皇帝啊，每天晚上8点钟睡觉，早晨3点钟起床，过着007一般的生活啊。然后呢，每天批奏折啊，没有什么星期6、星期天的概念啊。那过新年的时候休息2天，非常非常的勤勉。你看那雍正皇帝在位10几年，光那朱批注则有1000万字啊，平均每天3000字啊，那是真的是辛劳啊。然后你再看这个皇帝本身啊，他们自己的嫔妃的数量那也是非常少。
你跟那过去汉族王朝比起来，动辄后宫佳丽3000，他没有啊。清朝的皇帝多了也就是几十个妃子，充其量就是这个规模。所以清朝的皇帝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治理角度来讲，应该算是楷模了，真的是楷模了。另外一个方面，你再看啊，这清朝啊，他对自己的王公贵族啊，也是非常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啊。过去古代的汉族王朝啊，他基本都是分封自己的子弟啊，比如说大汉朝代啊，包括唐朝啊，也包括这个明朝啊，都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那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啊？带来一个基本上就是会内乱，比如汉朝的时候这7国之乱啊，八王之乱是吧？那晋朝的，然后呢明朝的靖难之役，就是你传到2代3代的时候，那你的孩子不愿意啊，开始打内乱啊。清朝呢，所有的王公贵族，他呢基本上都分而不封，就是你虽然你可能是王位，但是都住在北京城，你在外地没有封地，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王爵的西降制度，就你这个是亲王或者郡王，到你儿子这一代，基本上就变成了是贝勒，贝勒完了变成贝子，然后最后变成虎国公、凤国公，最后呢，再不行就变成了闲散中士，他的财政负担就比较轻，他没有养一个庞大的这个王公贵族的家庭。但你看看的明朝，明朝到晚期的时候啊，那朱元璋的子孙加起来都有10万人了，全都靠国家的财政支出去养活啊。那最后这庞大的一个实力阶层，最后就把国家的财政整个给拖垮了。那你想想，他这个制度那比明王朝那要先进啊。再一个，你看当时啊，这个清朝他搞了一个制度创新，叫储位密谏制。这储位密谏制啊，解决的就是皇子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合法性的问题。中国古代不是讲的立嫡立长吗？你立嫡，但这儿子可能比较笨。那当年的晋朝不就是因为嫡长子那是傻子吗？就传给他了。结果呢，整个这个家族的血统就全都是傻子啊！你看，导致晋朝很快就完蛋了，是吧？东晋。那么如果你要是立贤的话，那到底是谁呀？你怎么弄呢？互相之间无序竞争。那么清朝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雍正帝就创立了储位密谏制，就是说你们这些皇子啊，你都平等竞争，但是我也不告诉你谁是太子。最后呢，我自己相中的人，我把这个诏书啊，我放在那个正大光明殿的牌匾后面，我死的时候拿出来，哎，你这是谁？这个制度基本上既解决了皇子之间的无序竞争，同时又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这是一大创举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清朝啊，它确确实实文治武功啊，开疆拓土啊，疆域面积非常大。它极盛的时候呢，它基本上疆域是130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的朝代，实际统治啊。咱们说元朝，咱这国际化了，咱就很难说了啊。要知道中国传统的疆域啊，基本就是长城以南，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大概的面积也就30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中，基本上中国的疆域是在长城以南。但是直到现在，清朝晚期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割了300万平方公里又独立出去了，是吧？现在还剩960万。那这个今天中国所继承的疆域，基本来自于清朝。所以你看，长城现在不在这边界了，是我们内地的一个5A级的旅游景点。假如说没有清朝的开疆拓土，那中国本部的这地方，那长城就是国境线呢，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清朝这是给今天中国的贡献啊。还比如说，这清朝啊，它的这个赋税在历朝历代中，它也是属于比较轻的。所以清朝的人口从一开始不到1亿，到清朝末期的时候就到了4亿。有些人说了，这不是清朝的功劳啊，那主要是这个高产的农作物传入到中国，比如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传到中国，没错，这是一个因素。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跟清朝的制度有关，摊丁入亩嘛，整个这个赋税啊，它比较轻啊。你要知道，在同时期，中国的人口在全世界的比例它是在提升的，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那西方也有那些高产的农作物传过去了，那为什么它的人口提升没有像中国这么强劲呢？那就说明其实清朝的轻税的制度对刺激人口的增长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很多开垦耕地本身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你看，就我说清朝的它本身的制度啊，如果按照传统中国社会的逻辑，它确实做得不错。那么清朝最后在晚期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遇到了新情况。什么新情况？就是这个全球化。鸦片战争的时候啊，那西方列强来中国啊，西方列强带来的是什么？坚船利炮啊，工业化之后的坚船利炮，当时对当年的中华帝国那是降维打击呀。
那就好比今天中国用歼35对付索马里海盗，你想想，那就是降维打击，对吧？当年的中华文明遇到这个西方的列强也是如此。那坚船利炮，那你根本没法打。那鸦片战争的时候，那英军死亡人数全部来自于自己的生命，自己本身战斗中间是不可能死人的，就完全它是个代差。那么在这种时候，这清帝国显得就落后了。当然，清朝不是开始搞洋务运动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们说回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兴起，就来自于甲午海战，来自于马关条约。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啊。那北洋海军呢，那是当年号称是世界第6、亚洲第1，结果一战都被日本海军给消灭了。消灭的过程中间，当时啊，那个日本海军的将领啊，劝降丁汝昌的时候，曾经给他写过一封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啊，其实挺有名的。他说啊，你知道你们中国为什么落后吗？这个落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墨守成规。你们中国搞科举制度，这个人呢学完了这个文艺之后就当了官了，当了官之后，哎，就是有文艺。这文艺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啊？想我日本，其实前30年也非常心酸呐。后来我们就改弦更张，开始向西方学习，最后国力变得强大了。所以这个当时啊，日本海军司令给丁汝昌的这种劝降信，其实点出了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文化出了问题，你的体制出了问题，你的制度出了问题，不是异族统治，根本不是。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接受了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当时不是兴起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们汉族人，我们重新觉醒，把满族人、满妖都赶走。但是你要知道，汉族知识分子不接受。那左宗棠当时不是曾经去过吗？到那去一看，哇，这是邪教啊！连半夜3更就翻出去跑了。当时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讨粤匪檄》。这《讨粤匪檄》里头啊，有一段话说的特别有名啊。他说：“你们这个粤匪啊，我们中华数千年的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其我大清之变。这是自开辟以来的之奇变呐。”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的就是说，你现在你洪秀全，你这些粤匪啊，你虽然是汉族人，你们不干人事儿，你们把我们的孔孟啊的庙都给砸了，是吧？你开始兴奋拜上帝教，然后呢，你把这个诗书都给烧掉了，焚书坑儒。这个其实你对准的不是大清，你对准的是我们中华3000年以来的文化。所以你们虽然是汉族，你们干的不是人事儿，我们维护的也不是大清的统治，我们维护的是中华3000年之礼教。你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出来了，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支持太平天国，就是因为其实太平天国它是真正反中华文化的，它真的是邪教。那你这里头不就讲了吗？汉族的知识分子已经发自内心的接受他们了，所以这时候根本不是民族矛盾，是所谓的什么？是所谓的阶级冲突，甚至所谓的其他的文化冲突。那么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也是如此啊。甲午以外啊，其实中国社会呢发生了2条道路的冲突。体制内当时就觉得，哎呀，你看过去这个日本这个国家看不起当年是吧？现在反过头来把我们大清帝国都给打败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的制度终于有问题了。洋务运动当时想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灵了，不行了，所以派5大臣出洋考察。考察的结果就是说，立宪大于君主制，要搞立宪。那么孙中山当时呢，在体制外他就搞出来什么呢？他说，为什么甲午海战一战战败，就是因为中华文明是被满清这个民族、满族这个民族给统治了。所以呢，孙中山就提出了一个口号，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其实就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他就说，把中国近代所有的落后都归结为满族人对汉族人的统治。那你说这个对不对？那在我看来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口号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这个动员性。搞革命嘛，搞革命不需要讲道理的，搞革命就是搞情绪动员，大家一喊口号，唱一首歌就上战场了。所以当时在甲午之后啊，中国社会有2条道路，一个呢就是改良派，一个呢就是革命派。革命派当时主要就集中在日本啊，日本当时那些革命派的大本营，天天宣传的都是满族人对汉族人的压迫统治，我们只要把满族人推翻，我们中华文明是重新兴盛的。辛亥革命
其实就是在这种排满的口号下动员起来的。当时你要知道，在清末的时候，中国汉族的人口大概是4亿，而满族人的人口呢，满打满算就150万，那不淹没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里面了吗？所以清末兴练的新军，那都是汉族人呢。那汉族人一听这口号，不就动员起来搞辛亥革命了吗？辛亥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那些本部18省提出来都是独立的口号啊，独立了，我们中国重新独立了，从你的满清的这个迂腐的帝国里头。紧接着呢，都搞了18星旗。什么18星旗？就是中国本部18省，我们这18个省重新搞起来，独立，中国重新站起来了。所以，其实辛亥革命就是以汉族中心主义叙事的民族观念这个动员起来的。但是很快，这满族人就退位了，满清就退位了。这一退位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汉民族中心主义叙事有问题。为什么呀？如果你要是只讲汉民族中心叙事啊，那当时清朝的疆域还有4大藩部呢，有满洲，有蒙古，有新疆，还有西藏呢，你要不要啊？你肯定得要，你不能不要啊。那不要的话，你中国本部只有300万平方公里，那清王朝人家家底儿还留了大概960万呢。这个时候，孙中山就提出来了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都是一家人，然后搞了个5色旗。所以你刚知道5色旗是这么来的。但实际上，从孙中山的骨子里，在我看来，他仍然有黄汉史观。这个黄汉史观呢，本质上来讲，他就认为这清啊、这个元呐，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黄汉史观的发展就有一套理论，就叫弃边论。什么叫弃边论呢？就是中国除了本部18省以外啊，这些其他地方，就是原先清朝的这4大藩部啊，都不是中国的固有疆域，都可以随便的把它搞出去。所以大家都知道，那袁世凯不是跟日本人要签21条的时候，孙中山不就找到日本人吗？找到日本人之后说，你别跟袁世凯签21条，我给你更优惠的。我这更优惠的是什么？你只要给我钱闹革命，推翻袁世凯，我把整个东北都给你日本。这是当时孙中山跟日本人签的密约啊，现在当然都公布了啊，国内还是不让看，但实际上在史学界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那孙中山为什么愿意把整个东北都割让给日本呢？那实际上骨子里他还是认为这些地方本质上来讲不是中国，如果是中国的话，那就是我们本部18省。所以你看到了，黄汉史观的核心就是认为中国这本部18省就是中国嘛，其他都不是。当然，黄汉史观还有另外一种演进，除了弃边论也还有扩张论。由于我们黄汉非常的先进，那我们汉族嘛，从中华文明就是我们这么搞下来的啊，所以你们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你们没有资格自己统治自己，只能由我们汉民族来统治，所以要扩张论。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黄汉史观它会导致2种趋向。那么到今天，实际上黄汉史观沉渣泛起啊，跟孙中山那个时期又不太一样。孙中山那个时期啊，黄汉史观呢，它是这个国家救亡图存的时候啊，搞革命的动员口号。一旦革命成功了，你看他也把它抛弃了嘛，所以搞5族共和嘛。但是今天这个黄汉史观呢，又不太一样了，它有点类似于中国现在这种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叙事沉渣泛起，它形成了黄汉史观。所以你看今天的黄汉史观，它不提什么弃边了啊，说东北不要了，什么这个内蒙古不要了，它不要了，都是扩张论。为什么呢？因为伴随的是中国国力的增长啊。中国国力的增长之后，那就认为你周围的这些，凡是我们过去满族帝国虽然不是中国的地方，它曾经统治过的区域都属于我们中国，反正是曾经爪子到的地方，什么海参崴啊、外蒙古啊，甚至马来西亚啊，甚至包括你们美洲大陆，让我们郑和不是发现的美洲吗？所以美利坚合众国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晚有一天我都把你们收进来。何为大一统？在秦始皇的治理蓝图中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一举措的核心是构建统一的文化与社会秩序，为多民族融合搭建框架。基于大一统的合理内核，古典中国以共同的文字传递信息，以统一的法度规范行为，以包容的道德滋养人心。这些理念历经朝代更迭得以传承，核心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让不同族群在共同发展中形成相似的行为模式与思想共识。
这是黄汉史观的新的论述。这个新的论述就很可怕了，它是一个所谓的新的殖民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论，它对周围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个国家，就比如说这个外蒙啊，这个俄罗斯啊，对着周围的国家，它都充满了侵略性；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它充满了压迫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56个民族嘛，你这个国家里头，这56个民族要平等的相处，他不是，他认为我们汉族人就是优越，其他的少数民族你都只能臣服于汉族。而今日之中国在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核心是打破族群隔阂，让各族人民达成身份认同与价值共识。最好你们都融合到汉族里头去，融合到汉族里面去，就是你们没有自己的民族的语言了，也没有文化了，就融合到我们汉民族了。因为我们汉民族意味着这是先进吗？所以你看，这个所谓的吃瓜盟主啊，就是这样一种黄汉史观的流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的这个沉渣泛起的迹象吧。你看他宣传什么？他就宣传中华文化优越啊，说西方这些民族都不行，从我们中国偷科技。为什么亚里士多德都是虚构的？所以他们那个当时古希腊呀，什么帕特农神庙都是假的。他们西方到我们中国来偷我们中国的文明，偷我们中国的这科技，才搞起了西方的。那埃及啊，那原金字塔也都是假的。然后这个两个文明都是假的，只有我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4大古国独一份。教廷方面已经把这个作品的作者栏当中的利玛窦删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地图不是他画的，是明代的中国人自己画的。你想想，这样一种罔顾历史现实的这么一种扭曲历史价值的魔幻主义解释，那如果让他肆无忌惮地影响现在的年轻人，那你想想，这对这个社会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啊，境内的人呢，对这些不学无术的民科级别的历史博主啊，要极为小心，多翻墙，看看王局拍案，解解毒。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过去，也认识我们的未来，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你到底啥事？你支了吧叉的，你就跟红眼蒙呢，鸡毛崩啊，你来哪子？讲点啥事？咋的？咋的？大汉的子民。咋的？为啥子怨哪一波？大汉。现在我给你讲这，你啥都不懂，你看见这个地方？不是，到底是为啥个？为啥我叫你？你这个我看了，我看你发的，我都哭一天了，你可知道？为啥哭呢？不知道，就心里就想哭，就难过。红楼梦谁写的？你可知道？ 《红楼梦》是曹雪芹，曹雪芹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是咱大汉的后裔。你都不知道是啥意思。俺就光看你气的干啥，俺不知道你气啥子。大花姐，我给神经病。大花姐还讲你装。我已经哭一天了，都认为我给神经病。他脑就比较爱国。俺不懂，俺不知道，你不讲清，俺能知道吗？ 他脑就是非常爱国的一个人，但是俺不知道你讲的啥意思。现在全中国人都觉醒了，你可知道？好，俺慢去看看咋回事。红楼梦是谁写的？曹雪芹，但是曹雪芹不是这个人，曹雪芹是一个组织，是汉人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可知道？他咋的呢？他也是中国的呀。我知道中国，咱现在我给就是明朝的后裔。你可懂的，你可知道曹雪芹是啥个呢？ 华夏5000年，咱人人都是曹雪芹，我跟你讲，人人都是曹雪芹，可懂？啊，你人，我跟他讲的，你都认为我是神经病是吧？我可是神经病的，怎么只是你不懂。俺不是曹雪芹，人人都是曹雪芹，只要是大汉的子民都是曹雪芹。是好的，是好的，是坏的？咱是到底是好的是坏的？咱是大汉的子民，咋的呀？ 血脉已经觉醒，我今个难过一天，直哭一天了，可知道？我就看你气，又发抖音，又发朋友圈，俺不知道到底你发的啥意思。我现在就气，为啥我跟你讲，你还不知道是啥意思？我问问老天可知道，老天恁都可知道啥意思？啊、你这气的你了，气的爱国的很，真是的。你别看他脑筋，我跟你讲，就这一条个，必须给他点赞。咱是大汉子民，现在俺到底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红楼梦》现在已经被解读出来了，可知道？你知道林黛玉为啥天天哭啊？所有知道她的，所有能读懂《红楼梦》的都会哭。
大姐你可知道？行啊，这是我，这是个你也不知道嘞。啊，我有那不懂的。好，你去吧，去卖你的面条去吧，俺看看怎么回事。